各位网友，大家好！玩书走天涯，走进历史，走出现实啊！我们走进历史的目的啊，就是想通过了解历史的一些发生的过往的一些真相，希望来看清现实，对不对？是这个意思啊。因为这个说法呢，和惯常的走进现实，走出历史呢，正好相反。所以玩书这里解释一下。那么这次呢，我们来探一下这个美国联邦储备局啊，美联储啊，这个鲍威尔啊，到底是不是有些问题？就原来我们认为他是为了美国好嘛，说为了美国经济嘛，是吧？采用个中立客观的立场去决定那个利率的涨跌，对不对？但是现在来看的话呢，它有没有可能是一种被收买啊，或者被某些利益集团来干这个事儿，是吧？为什么呢？这么说呢？因为现在美国的经济是明显的在缓慢复苏，下行的趋势还是有，对吧？就看在今天8月1号刚刚出炉的这个通胀率已经降到了1.67%，位于过去几年的一个低位。通胀这么低，而鲍威尔呢，在他这个上周的这个为什么要保持利率不变中说什么？说美国有通胀啊，消费品啊，能源价格还有通胀啊，是有一定通胀，上有轻微的通胀是正常的。为什么？因为国家总在这个超发货币嘛，对不对？它有一些轻微通胀很正常。你像过去加拿大过去50年，我记得通胀大概数是4.2%左右吧，对吧？所以它这个有通胀很正常，对不对？所以它不能完全以这个原因死活的不减息，因为不减息，让美国政府这个付出利息嘛，上万亿的利息比军费还高了，是吧？各种这个房贷房奴们那个负担也很重，是吧？老百姓的压力不堪重负。但他为什么迟迟的在川普这么强压下面一直让他加息川普甚至是羞辱他说他是小人，是吧？他是个小人，也是个坏人，对不对？那小人不用说了，那为什么他死活不减呢？是吧？加上这个7月份的这个美国就业数据新增了7000个岗位，这个也是远低于预期的，是吧？就是目前的美国经济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在这个就是什么？在那个衰退中间有一点有点起色。你像这个欧洲欧元区它也是减了这个8次利息了，加拿大也减了，对不对呢？你就像这个中国对待这个经济衰退也是采用什么增加那个贷款，是吧？按揭贷款，不管是个人还是企业，是吧？个人就是免信用贷款，是吧？不要什么东西就直接贷了，是吧？然后就降低利率现在中国的利率也跌到3%以下了，对不对？都在降，纷纷降息，这都是一个帮着明白这个道理，这傻子都懂的道理，那凭什么鲍威尔不懂呢？那最近联储局开会，起码还有两票是这么同意这个减息，他死活不减呢，所以我们就怀疑他的这个人到底是个好人坏人目前呢，判断王安书认为他坏人的情况多，坏人什么坏呢？就是被蓝金黄掉了。这一点里面呢，这个温会总结很好，就是这个西方的那些政客包括资本家很容易被蓝金黄拿下。蓝就是权力之类的那个金就是给钱，黄就是色情，是吧？这三招拿下任何人，他是分分钟拿下，没有拿不下的，对不对？是吧？你像拜登是吧？是吧？乌克兰是吧？据说砸了钱是吧？拿下，对不对？这个佩洛西是吧？这个老妖婆是吧？人家炒股成了股神了，那当然就容易被拿下。谁来个企业给他内部消息，他一炒成股神了。最近美国正在搞嘛，是吧？准备通过一个什么叫做佩洛西法案，干什么呢？就是让这个佩洛西这帮人就赚不到钱了。你议员、国会议员你就不能够去炒股，获得内部消息炒股。就是来防对你这么干的，那个获利那个获利，看这个小伙子蛮精神的获利，这他也还反对这个法案，说川普跟他点名了所以这个美国政客里面这个被蓝金黄很容易，是吧？他这个只要没有信仰的人，他有信仰没用，他这个很容易拿下。
为什么爱因斯坦能够搞个罗列岛拿下那么多官员呢？什么这个咱们这个加拿大那个小土豆是吧？特鲁多也去是吧？克林顿也去是吧？比尔盖茨去了无数次是吧？现在搞最后离婚了嘛，对不对？所以这一帮政客，这一帮这个商人呢，那不用说他表面上说一套，下面啰嗦得很啊。这一点我也可以理解啊，人性嘛都可以理解，都搞不定的是吧？所以呢，我们看那个美联储啊，也可能是被某些利益集团拿下啊。你看，就在今年这个1月份，就是美联储有一个官员叫约翰罗杰斯的就被拿下了，是不是啊？后来被查出来是吧？和这个中共国有关系啊。中共国是什么？这个国家这个国安的派一个人啊，表面上看是拜他为师啊，当他的学生是吧？然后呢，获得一些情报是吧？你像这个美联储的情报很重要，就是下个季度、下个月降不降息、升不升息，对不对？如果说这个要降息，那中国可以拿这个美国国债可以少买一点，因为中国持有美国国债现在目前还有8000个亿嘛，对不对？所以任何一点利息变动就决定他那个是投资早投晚投是吧？什么时间投，这很大的益处，给了他多少45万美金就把他拿下了，63岁啊，约翰罗杰斯是吧？就拿下了。让他请中国去讲讲课，给他讲课费，什么兼职费，教授是吧？这个兼职教授给他的虚头，他很容易拿下40万美元就拿下这么一个这个高级的这个是吧？美联储的这样一个这个官员，对吧？所以说呢，我说这个美联储到底有没有问题啊？这个鲍威尔有没有问题？我觉得很有可能。为什么呢？这鲍威尔得查一查他，是吧？最近川普去查他这个是吧？这个有个联邦大楼啊，正在翻修啊，这个装修啊，花钱花超了，正在去查他啊，搞了一次啊。这个当然川普我认为准备不足啊，拿一张纸啊，说这个超标了，是30多亿了。鲍威尔拿来一看啊，这个楼是另外一个楼啊，是不是算错了啊？把川普当场逮回去了啊。但是你可以查别的啊，他有没有情人是吧？有没有被是吧？有没有利益集团勾结是吧？某些利益集团可能想建仓美国股市，现在是还没这个拿货还没拿够是吧？这个利息一降，股市一涨，我成本就提高了，对不对？从这个方面查是吧？这个我觉得这个鲍威尔啊，肯定这方面有问题，我们大家只是猜啊，他这么坏，为什么这么坏呢？对不对？是不是啊？他也不傻，对不对？他是吧？前面这个约翰罗杰斯，他这个博士，你说傻不傻？他不傻，他这个公务员是吧？这个或者这个政府的收入他没那么高，对不对？他就收的钱收好了是吧？是吧？所以说我觉得啊，这个有机会啊，各位网友可以提供点信息，把这个鲍威尔查一查啊，这个坏家伙是吧？这个他真太坏了啊，是吧？不仅害了我们投资人啊，持有美国国债的，那他妈这是惨不忍睹啊，一直在亏，对不对？另外呢，你害了美国经济，对不对？让美国经济能够复苏，你降息能够复苏啊，你把它死活不降，你让美国是吧？美国股市涨一涨是吧？然后美国这个企业能够获得贷款呐、扩大再生产呐、这个成本低一点是吧？老百姓的负担低一点，这是明摆的事儿。现在是吧？大家活的都是很艰难，对不对？你这个为什么不做呢？是吧？这个坏人好不好？完说今天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好不好？这个完说这个都走进这个现实，就是为了看，就是找历史就看现实的。我们学历史去分析历史，不是为了好玩，就是为了看现实。看现实中有些坏人，这些坏人一旦除掉，美国经济就会更快的起步啊，在川普的领导下，好不好？更快的腾飞，好不好？讲的不对的地方，请大家批评指正。好，谢谢大家。让你能够听到我的心，什么时候也能把我想起。